每天喝1杯咖啡到这个糖尿病的风险是会从92%下降到67%。今天来跟你谈谈7个关于糖尿病与咖啡的迷思。第一个是咖啡是否能预防糖尿病？当然是肯定的，不然我们这集怎么拍啊？2021年这个营养学杂志它发现咖啡是一个大公无私的饮料，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是男女老少、胖瘦，以及有抽烟没有抽烟，喝咖啡都可以预防糖尿病的产生，是不是非常的公平呢？那高医师，喝完咖啡血糖会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就有趣了，因为我们认为说喝完咖啡血糖应该会降低，但有一个实验，它让2组受试者下去喝咖啡。结果有一组他们是吃含咖啡因的胶囊，一次吃250毫克，一天吃2次左右，相当于早餐饭后喝2杯咖啡，中午再喝2杯咖啡。结果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有吃胶囊的这一组它的这个血糖反而是上升了8%。你说怎么会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血糖会短期升高，是跟咖啡会刺激我们身体分泌一些像是肾上腺素。那这个肾上腺素就是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个激素，你身体的这个肝糖就会不断的分解成葡萄糖。那产生葡萄糖之后，这个血糖就升高了。那所以升高之后你不用太担心，因为基本上这是你身体里面的糖分。那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你去买咖啡的时候，老板他问你说，你要多甜？你说跟我一样甜，哇，老板很就怕得罪你，加一大堆奶精，哇，结果这个奶精其实很多是从椰子油做成的，因此它里面有很多的是这种饱和脂肪酸，也会容易让血糖上升。那咖啡对糖尿病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咖啡它不是一个炒短线的饮料，所以它跟短期的这些代谢没有关系。2021年营养学杂志它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咖啡跟一个东西有关，这个东西叫做 NRF2。基本上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转录因子，它可以调控我们这些抗氧化路径基因的活化。简单讲，跟抗氧化有关就对了。那这跟2个地方有关，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贝塔细胞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这个胰岛细胞。那当我们身体处于高胰岛素分泌的时候，我们如果喝咖啡它就可以透过这个 NRF2 来帮助我们身体的这些胰岛的功能都继续保持住。也就是说你身体这个胰岛不断的一直在制造的过程中，它可以帮助你保住这个贝塔胰岛细胞。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喝咖啡它其实很多植化素，这些植化素会在哪里被代谢？就是在肝脏。那我们透过喝咖啡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这个粒线体，也就是身体里面产生能量的发电机让它更加活化。那可以增加这个脂质的代谢，进而来降低这个脂肪肝的风险。那有一些研究认为说，有可能喝咖啡是透过调整肠道菌丛。那肠道菌丛调整好之后，一样可以抑制这些脂肪在肝脏堆积啦。那咖啡应该要怎么喝呢？基本上建议大家搭配蛋白质那尤其建议如果空腹的时候，我们搭配蛋白质比较不会伤胃。那这个咖啡因也对身体不会影响那么大。另外就是我们要喝完要去走动让血糖不要容易飙高。那其实咖啡因可以帮助运动的表现，帮助我们身体分泌一些肾上腺素嘛。其实身体的这些脂肪细胞也会被分解成脂肪酸，那这些脂肪酸跑到细胞里面就会产生很多能量，所以就增加你的爆发力。我们到底要不要喝含咖啡因的咖啡？那基本上我们喝咖啡因它相对风险是会下降9%。那如果没有含咖啡因它的相对风险则是下降6%。那你会问我说要喝浅焙还是深焙？这个咖啡有效的成分叫绿原酸。那绿原酸它基本上在这些比较浅的中浅焙咖啡含量是比较多了，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喝中浅焙的咖啡。那咖啡到底能不能加糖呢？如果你去超商买一杯咖啡如果它是有含糖的咖啡只要1杯中杯，它大概就有1份糖，也就是15克左右。那你如果更豪迈，老板来给我大杯的，那就是1.5份的糖，大概22.5克。那你说我喝冰咖啡会不会比较少？真的会比较少因为加冰块下去会稀释掉所以冰咖啡跟热咖啡比起来，它大概可以再少5克糖左右。但中医比较不建议我们喝冰的啦。那到底要什么时候喝咖啡？建议就是在饭后的半小时或是1小时再喝。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咖啡其实它有一些茶碱，那这些茶碱有时候会抑制我们一些营养分的吸收。那另外就是空腹喝咖啡，有些人会容易胃食道逆流那另外就是有太多的咖啡因吸收很快，可能会心悸喘或是胸闷或是血压一直上升。高医师，我想问，咖啡应该要喝几杯啊？基本上2014年它糖尿病照护杂志回顾110万人，
是往5000多个糖尿病的病人发现一件事情：每天喝1杯咖啡到6杯咖啡，这个糖尿病的风险是会从92%下降到67%。所以我们喝比较多咖啡，基本上对这个血糖控制应该是有帮助。重点来了哈，我们成年人建议大家还是每天喝2到3杯啦，那1杯可能大概200cc 左右就好。那有谁是不应该喝咖啡的呢？基本上，如果你比较有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我们建议喝咖啡可能要搭配补充钙。那你说啊，拿铁里面很多牛奶哦，那些量可能太少。那另外就是一天不要喝超过4杯哦，那1杯是240cc 左右。那除此之外啊，如果容易胃食道逆流啊、难入睡、心悸这些人，不要一下喝太多咖啡。最后要跟大家推荐一种很厉害的拿铁，这个拿铁叫什么？叫做绿拿铁哦。那这个绿是什么呢？要有很多的蔬菜。那水果，然后加上坚果，建议大家这个比例大概是蔬菜是2份，那水果1份，坚果1份。那因为蔬菜有很多植化物所以它其实有很多抗氧化跟抗发炎对血糖的调控，还有这个减缓我们的胃的排空都有帮助。那水果啊就不要加太多否则太甜血糖会飙高。那坚果它则是有富含很多不饱和的脂肪酸，所以对心血管是有帮助的。那糖尿病最怕什么？这是大小血管后续的并发症。那你如果很想要加东西也可以加一些无糖的优格或无糖的豆浆，让我们的这个肠道有好的益生元，我们身体肠道比较稳定，血糖也会跟着稳定。那最后想问大家，平常在喝咖啡的时候都是喝1拿铁，2加糖，3加上一些奶油或奶精呢？邪恶的心奶是良药，每周六晚上7点，高医师说，我们下次见，拜拜。